哪儿吗？一幅作品中有绚丽的色彩、无限精致的细节、闪瞎 Cyclops 的光影，谁都能看出哦，好屌！和之前节目中速写线条中的小细节一样，在有光影色彩的插画中，也能找到一批很不起眼的小细节，普通观众也许察觉不到，但专业观众一眼就能看出的暴露画技的小细节。光影色彩篇，村们看看自己目前已经练出了哪些，初学的村民也可以提前培养。Number 1，灰色。绘画大佬经常教导我们多用冷暖对比，多藏色。结果自己一对比，红配绿，一藏色。大风车子呀直溜溜的转，村们看这张画里这个颜色，记下它的感觉，然后再看这个颜色。只要你不是三体新人，应该都会觉得右边这个颜色比左边更偏橙、偏红、更暗 ，right？ 它们是完全相同的颜色，所以一个色的感觉和它周围被什么色簇拥着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你画面主色调是一片黄色，想要一些冷暖对比，或者你的 OC 角色本来就穿着蓝色的衣服，这时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小剑手，不要傻傻的就对着蓝色冲了。先基于这个环境的黄色降低饱和度，试着选一个很灰的黄色或者橙色，就会开始出现冷色蓝的感觉。同理，周围都是蓝色的环境时，想画一个暖色感觉的东西，也先试试很灰的颜色。而想要在一片色彩里加入很多细微的色彩变化，也是首选混入不同饱和度偏灰的颜色。如果一说常色就大红大绿大黄大紫，这不叫常色，叫色盘 breakdown。活用灰色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上色小细节，可以说是中高段画手的标志之一。但如果感觉这个点还是有点难，那么下一个小细节你马上就能做到。Number 2，涂满。That's right， 就是把颜色涂满到线条边界的里面。这么一个听起来超弱智的小细节，还真是上色新手和开始上道的画手稿件里最大的一个细节区别。初学上色时的稿件，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就会有这种一到边缘就变淡，或者用油漆桶填出一圈泡芙奶油溢出的效果。油画厚涂稿件嘛，到处都是这种毛茸茸的半透明边缘。有这种问题的村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上色时的实际感受。村长猜测会不会是一开始不太敏感，没有察觉到没有填满或者涂出框的地方。很多绘画流程里，如果第一层填色到处都没有填满，那么后面每一步上色都会成倍的增加稿件的劣质感。这就相当于毛手毛脚的村长组装手办一样，第一步粘合零件就没怎么对齐，全是缝隙，502胶溢出，最后怎么花时间砂纸打磨都不会减少成品的劣质感。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村长用502胶都能把自己的手指粘住。Why 502胶 ？Why Number 3，圆柱。村长初学上色时很多年，只要一遇到画有弧度啊、圆柱的东西，比如看着照片涂人体，就总觉得得要沿着肢体的弧面去上一个渐变。每张画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渐变上擦来抹去。遇到过同样苦痛的村民，举个小脚。这是卡扎斯坦光影大佬兼矮胖圆性癖专戳画师 Nurozan Begaliev 的作品。你能看出一点他给圆柱体肢体上光影的规则吗？他其实很少画肢体上，也就是顺着圆柱体弧度横向的影子渐变，而是会把整个圆柱体当成一种圆角的方块，把一大段肢体全部埋进阴影里，这样每一段肢体之间就会有明暗对比，而得到的光影会比超现实照片更有趣。你会发现很多人体光影大佬都会慢慢养成这么一个不画圆柱渐变的上色小细节。Number 4，画暗。我们刚学上色的时候，一般都会先在白纸上涂一个人物本来的颜色，然后上影，这种从亮到暗的顺序。最后画出来的作品嘛，一般也就是亮的地方多，影子的地方少，然后抱怨怎么没有那种光影大片闪耀的感觉呢？我们随便找张光影大片，或者就是传统人像油画，你会发现它里面暗的区域要比亮的区域多得多，大部分地方明暗比值都是低于40，也就是说整幅画面更靠近黑色那边。包括大家感觉最应该画白皙的皮肤，一蘸颜色明暗度也才50都不到。白纸就是最亮的颜色，但你并不会觉得白纸有多闪亮 ，right？ 所以在白白的场景里，随便怎么提亮，都只不过是白纸的感觉。如果你想画出雅奥般绚丽的光影色彩，村长推荐一开始上色就赶快铺一个灰色、中黑色的背景色，在这个基础上去选需要的颜色。一幅画中被照亮的地方也要尽量减少。上色的时候不要想着雅诗兰黛专业修复美白，世界随我亮起，而要想着 I am the shadow。有影才能彰显光，而且影子区域里的东西通常都不用画得很精细，靠慢反射做一些变化，甚至直接混入黑暗，偷懒不画都行。这就是为什么光影大佬画得又快，效果反而更好。但村长确实也发现啊，初学上色的孩子就算知道要画暗这个上色小诀窍，但是一画起来，特别是上人的皮肤，好像就被下了什么结界，只敢困在这个区域里选色。有这种问题的村民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具体为什么会不敢按下去。因为从小妈妈叫帮拍照的时候，如果把他脸拍得黑不溜秋，就要被打。Number 5，重用。
村长小时候上色的时候，总感觉自己水彩笔颜色不够用，一幅画每个地方都觉得需要上一个新的颜色，不然怎么对得起观众？有过这种痛的村民，请高举玉腿。这是被选为 Pixiv 年鉴封面的画师 Daisuke 利家的作品。他大部分插画都会控制在5、6个颜色，不同的地方会不断出现同一个颜色，设计感上就会比每个地方上新的颜色的作品更高。这个配色小细节在设计感高的插画里非常普遍。即使是油画后图画手，画面颜色即使需要很多微小的变化，他们都不会随意增加颜色，而是占取画面中已经被混合出来的色彩来使用。我们数码画手面对软件上100万种颜色，很难忍住诱惑，但村长有段时间用 Copic Marker 贫穷限制了颜色数，效果反而不错。我要出一种绘画软件，每个颜色按月收费 ，Currents 专用高饱和明暗交界网红层，交了月费还要单独买支票。你这软件不会想叫企鹅绘画吧？想成为企鹅绘画终身免费钻石会员的色彩大佬们，记得上脸。Number 6，肤色。村民们能靠你的色感看出这种作品里皮肤颜色的玄机吗？如果村长用取色棒去蘸取这些肤色，就会发现居然是绿色、蓝色的，而且饱和度都还不低。敢玩绿皮、蓝皮的画手，比本节目第一点玩灰色的画手，色彩力还要强一个级别。因为冷色的皮肤是违背人类常识的，需要很精密的操纵周围的颜色，才能在观众的感官中扭曲出肉色的感觉。这种画手要不很懂科学色彩原理，要不可能拥有类似音乐里绝对音感的绝对色感天赋，不会被色彩的对比干扰，或者加了索尼色彩 preset。啥皮都变绿。美国商业插画大师 Shel Tapper 这幅画中，女性的皮肤几乎全用的不算灰的蓝色、绿色，但她就靠服装啊、椅子上的这些颜色，把观众的感官欺骗到相信这是一张在蓝光下的夜晚。那皮肤的青色就被扭曲成了红红的肉色。在没有滤镜、没有涂层、靠颜料硬干的时代，这可能不是凭运气就能画出的。所以圣人云：夫用色之法，连敢画暗者小善也，连敢画灰者中善也，连敢画绿者善之善者也。这本书不会叫村子色法吧？抖机。接下来斗村节目有3个主题可以选，想村长帮村民们测试市面上各种流行钢笔的，打滚就；想了解怎么换算学习、怎么算抄袭的村民，打开不知；等不及村长 DIY 万能速写本装订片的村民，打有的你卡克了。村民们，下次见 ，Adios。